这是中国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6大神秘事件，每一个都足以颠覆你的认知，听完之人无不后背发凉。其一，云南龙井村鬼村事件。1993年，位于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龙井村，突然之间，整个村子变成了鬼村，村内700余位村民全部离奇失踪。有传言称，村民们在1周时间内集体消失，留下的房屋和物品全部完好无损，村内的鸡鸭也全部不见踪影。可是官方并未对此事做出解释，仅表示该村人口外移严重，导致村庄空置了。但有目击村民的说法与官方不同，表示村民突然消失的时间很短，绝不像普通外移。有人推测是否存在超自然力量，龙井村的真正原因至今成了谜，真相可能只有村民自己知晓。第二，唐山阴兵事件。1976年7月28日凌晨，唐山地震发生4小时后，某部救援车队在丰润县盘山公路遭遇了非常诡异的情况。当时所有车辆突然熄火，手电筒等照明工具也全部失灵。当时的指挥官回忆说，当时听到山上传来了金属撞击的声音，随后山里就起了浓雾，大雾里还出现了数百名身穿甲胄的士兵，队伍中还夹杂着破损的马车。目击者称，这些阴兵面部模糊，行走时像踩在棉花上，毫无声响。诡异的是，当队伍末尾的车马经过后，所有的车辆设备又自动恢复正常。最后勘测发现，事发路段磁场指数超出正常值300倍，但未检测到任何化学残留物。根据地方志记载，此处自永乐年间便有阴兵借道的传说，但科学家却解释说，这只是罕见的集体幻觉现象。第三，透明人失踪案。1978年，山东日照农民王守田在自家庭院晒粮的时候，突然发生了非常诡异的事情。他的儿子王建军描述说，父亲从双脚开始逐渐变透明，这种透明化以每分钟约2厘米的速度向上蔓延，整个过程持续47分钟。最终，王守田在村民的注视下，在家里消失的是无影无踪。30年后，一个叫陈德明的巴西华侨突然给日照警方打来了电话，说自己在圣保罗中国城遇见了酷似王守田的老人。就在国际刑警准备介入的时候，陈德明却在公寓电梯内离奇窒息死亡。法医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模糊的照片，经技术还原显示，背景中的汉字招牌竟写着日照县供销社1978的字样。由于关键证人死亡，这种跨越时空的失踪案至今悬而未决。第四，锁龙井异变。2022年，南昌万寿宫锁龙井在100年一遇的极端天气中发生了诡异现象。目击者周师傅回忆，3月15日晚上暴雨最猛烈的时候，井底传来了类似牛吼的闷响，8根手臂粗的铁链剧烈抖动。次日巡查的时候，周师傅发现其中2根铁链竟然断了，断口处还呈现出了高温融化的痕迹，但井壁并没有烧灼过的迹象。中科院采样分析显示，铁链表面附着物含有未知生物表皮细胞， DNA 测序显示，该生物同时具备爬行类和鱼类的基因特征。更离奇的是，井底淤泥中发现的银色鳞片，经测定，这些竟有1200年历史。当地老人称，这口井自唐代就有镇压蛟龙的传说。第五，天启大爆炸之谜。1626年5月30日，北京王工厂区域发生离奇的爆燃事故。根据天变底钞记载，爆炸核心区出现直径约400米的真空地带，上万间房屋瞬间化为齑粉。最令人费解的是，距离爆炸核心800米范围内的遇难者均呈全身赤裸状态，所有衣物被气浪完整剥离。尽管史料记载当时火药库存量不足1万斤，但现代学者推测要产生如此的破坏力，至少需要2万吨 TNT 的量。更诡异的是，爆炸前数日有监控显示，城郊出现了持续数小时的异常地鸣，天空呈现了铁锈色云层。直到现在，这天启大爆炸的原因仍然困扰着无数的科学家和史学家。第六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道家技术。那些失传的道家思想和知识，出土的帛书非常多，有12万字，其中五行占中详细的记载了金木水火土5颗行星的运行规律，和今天的数据对比，580天只差了0.43天。发现的天文气象杂战当中，详细记载了29颗彗星的名称和周期，还有它们的样子。
用现在的方法来统计观察这些彗星，至少需要600年。古人是怎么观察到的，并且记录下来的？更可怕的是，这些彗星的样子是现代科学家用天文望远镜才观察到的，和帛书上的图片对比竟然高度一致。只不过五星杂占和天文气象杂占我们能读懂的非常少。出土的帛书在天文方面重点记载道家失传的占星术，就是根据对天体的运行规律，再结合阴阳五行的一种道家预测术。但是至今已经看不懂了，因为这种方法早已失传。还有的就是旁边发现的帛书上面记载了一些奇怪形状的符号，走近一看，隐约看着帛书上刻着密密麻麻的文字。当时前去的专家教授惊叫道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些帛书上的方子将会颠覆我们对现代医学的认知。经过仔细的整理验证以及翻译的工作，确定了上面的内容就是失传了1000多年的道医之术。不知道在场的是谁走漏了风声，日本得知这个消息以后，想花高价买走帛书刻画的内容。不过好在我们的陈教授给拒绝了，并且组织了10几位医学、考古等领域的专家学者，经过了5年的时间，可都还没能完全理解书中的奥秘，因为是涉及中医和道教的结合。最后陈教授又去请来了武当全真龙门的尚如标道长，他又花了3年的时间翻译成了通俗易懂的白话文，最终汇编成《武当道医》一书。可是就在刚要出版的时候，日本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都想花高价买断书的版权。幸运的是，我们的陈教授都给拒绝了，并且决定公开出版，让所有的普通老百姓都能看到这套书。这本书厉害到什么程度呢？人的每个部位的说法都是有和现代医学不谋而合的相似之处，并且有着更加巧妙的解决方案。在应对诸多稀奇古怪、复杂难办的病症等棘手状况时，掌握着不被外界知晓的极为有效的办法。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绝大多数问题都能在书里找到原因，相信很多老一辈的人都听说过。但是在后面因为此书影响到了一些人的利益，导致之后很多年都没有再出版过。今天这套书终于能够重新上架，如果你有缘还能看到，建议点我头像珍藏一套，把这门濒临失传的道医传承发扬下去。